公元前124年春，卫青率领大军奔袭了600-700里，进入匈奴的腹地，大败了匈奴的右贤王。战后，卫青被封为大将军，统领全军。伊稚茶单于当然不甘心右贤王的失败，同年的秋天，他就派出万余骑兵再次袭击代郡，代郡的都尉朱英被杀，1000余边民被掳走。汉武帝收到消息后大怒，决定再次出兵，这次的目标便是匈奴的单于主力。公元前123年春，卫青率领大军从定襄出发，驻军于长城之外。定襄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的土城子乡。随同卫青出征的将领还有中将军公孙敖、左将军公孙贺、右将军苏建、强弩将军李举、前将军赵信、后将军李广。李广是这些将领里唯一一个没有被封侯的。同时，汉武帝还派张骞为向导，也随军出征。另外，还有个不起眼的校尉，也在此次的大军之中，这是他首次参战，本打算是出来历练一下的。他就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。汉朝的大军出征了，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匈奴的主力。匈奴不像汉朝有坚固的城池和固定的住所，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，随着水草而随处迁徙的。匈奴的军队也是单于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是王庭。于是卫青就让各位将领率领着本部人马出征，去寻找单于的主力，并且严令各部出塞不得超过100里，半个月后必须全部返回。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各路人马均有斩获，共歼敌数千人，然后便返回了大营。但是他们遇到的都只是漠南匈奴的小部落，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。1个月后，卫青再次派出将领们北上，这次是以大漠为界进行搜索，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，再次攻破匈奴的多个小部落，斩首和虏获了万余人。如此大规模的出兵，单于必定有所防备。于是卫青打算派出一小股轻骑兵前去侦察。派去侦察的是赵信和苏建，他们2人的大军有2万余人，但他们将大部分的人马都留在了后方，只率领了3000轻骑前往。这样既可以灵活快捷的行动，如果遇到了匈奴的主力，也可以快速的撤退回来报信。然而他们这次却真的遇到了伊稚茶单于的主力。可悲的是，伊稚茶也早已知道了他们的行踪，正率领着3万大军提前布好阵，等待着他们。就这样，赵信和苏建率领3000人马钻进了匈奴单于的包围圈。双方厮杀了1日后，因为敌我悬殊太大，汉军的3000人实在是难以支撑了。见汉军败局已定，单于便开始诱降。赵信以前本来就是匈奴的小王，战败后投降的汉朝，所以他对投降匈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，便率领着800名骑兵投降了匈奴。这样一来，就只剩下了苏建的一支孤军，苏建就更难以支撑了，只身一人逃了回来。但逃跑途中，他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。原来后军听说前方战败，赵信还投降了，于是军中便开始大乱。赵信的部下很多都是投降过来的匈奴人，所以听说赵信投降后，他们也准备去找匈奴投降。幸好有一个名叫孟乙的汉军骑士，及时砍杀了几个带头的，才总算稳定局势，将队伍给带了回来。战后，孟乙被封为了关内侯。苏建的队伍则基本都是汉人，听说前方战败，苏建又不知所踪，于是也及时的撤了回来。苏建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，就直接逃回了卫青的大营。这一战可谓是损失惨重。就在众人都郁闷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发现，此时的军中有一批人已经不见了，此人便是霍去病。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，关于他的身世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介绍过，大家可以回头去看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他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，汉武帝很喜欢他，就想重点培养。汉武帝让他学习《孙子兵法》，但是霍去病认为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随机应变，照搬别人的东西太过死板没什么用，所以他压根就不学。所以在古今中外，不学兵法而成为名将的，或许也就他一人了吧。这一年，霍去病只有18岁，还是虚岁。汉武帝想让他跟着舅舅卫青出去历练一下，于是就封他为飘摇校尉，
跟随大军出征了。卫青对他没什么要求，也没给他安排具体的作战任务，于是他就带领着800人脱离了大军，独自去寻找战机了。他的部下大多都是匈奴的降族，有4位军侯，分别是高不时、蒲多、邢山、徐自为，每人率领2个百夫长和200名骑兵。经过商议，他们决定前往敷阳巨山去寻找战机，那里就是我们上期讲过的卫青大败右贤王的地方。经过数日的奔袭，他们来到了敷阳巨山的山坡上，在这里他们截杀了一位老年的斥候。通过对这名斥候的分析，霍去病推断介若侯就在附近。原因是介若侯是默读单于最小的弟弟，属于伊稚茶单于老祖宗辈的。匈奴人的风俗是重少轻老，所有的饮食和衣物等都是先给年轻人，有剩余的才能分配给老年人，因此匈奴的很多老年人都是食不果腹的。介若侯已经年近70，无法继续冲锋陷阵，只能负责给大军运送粮草辎重。他能体恤老人，很多老人也就前来投奔他，所以通过这名老年斥候，霍去病推断出介若侯一定就在附近。经过几日的搜索，他们终于在一个湖边发现了介若侯的运粮大军，但他们没有立即出击，而是用牛皮包住马蹄，用笼子套住马嘴，静静地隐藏了起来。夜幕降临后，霍去病便率领着他的800勇士，一马当先冲入敌营，开始大肆的砍杀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冲锋，匈奴士兵毫无还手之力。最终，介若侯本人在混战中被杀，伊稚茶单于的叔父，君臣单于时期的右贤王罗姑比被俘虏，还有匈奴的相国和当户等一众高官也全部被杀或被俘虏。此一战，霍去病只用了800人，歼敌2028人，同时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辎重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一把大火全部烧掉。至此，漠南之战结束。这场战役并没有达到歼灭单于主力的目标，虽然杀敌万余，但是自身的损失也比较大，还有1员大将叛逃了匈奴。所以回到长安后，对于主将卫青，汉武帝只是象征性的给赏赐了千金。而此战中功劳最大的是2个人，一个当然就是霍去病了。他长途奔袭，找准战机，果断出击，歼敌数量远超自身的兵力，是妥妥的大胜。于是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，10亿1600户。就这样，他和他的舅舅卫青一样，也是一战封侯。同时，他也以不凡的战绩向世人宣告，大汉王朝最耀眼的一代名将已经是横空出世了。另一个功劳最大的便是张骞，因为他的引导得当，使汉朝的主力大军第一次深入到匈奴的大漠，而且还没有缺草断水，立了大功。于是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。有奖就有罚，此战中损失最大的当然就是赵信和苏建了。苏建只身一人逃回卫青的大营后，很多人都建议卫青杀了苏建以树军威，但卫青说：“我是外戚领军，还有必要用杀将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吗？”于是他就把苏建带回长安，交给了汉武帝发落。汉武帝定他为死罪，不过最后苏建又是用钱买了一条命。而跟他一起出战的赵信投降匈奴后，伊稚茶单于对他非常的器重，不仅封他为自嗣王，还把自己的姐姐也嫁给了他。他因为在汉朝多年，非常了解汉朝以及汉武帝接下来的战略，所以他建议单于要想对抗汉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诱敌深入。等到汉军远道而来，人疲马乏，粮草供应不上之时，再发起攻击，则可彻底击垮汉军。为了能达到这个效果，他建议单于将王庭从漠南迁往漠北。伊稚茶单于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当即就率领大军北上，将王庭迁往了漠北草原。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这个建议却间接地成就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壮举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